俗话说，站得高，看得远，这句话用在赚钱这件事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真正赚大钱的大佬们，反而不像普通人那样日夜操劳？他们悠闲地喝着咖啡，晒着太阳，看起来仿佛在摸鱼，可实际上，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思考什么才是最正确的事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实验——懒蚂蚁效应。科学家发现，看似偷懒的蚂蚁，其实一直在观察、思考，等到真正的危机来临时，他们能迅速找到解决方案，带领蚁群突破困境。这个实验跟我们赚钱的逻辑如出一辙。今天的视频，我就来跟大家聊聊，为什么盲目努力不会让你变富，反而可能让你越忙越穷？如何用懒蚂蚁思维跳出死工资陷阱，让财富真正为你工作？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会对赚钱这件事有一个全新的认知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生物实验——懒蚂蚁效应。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科学家们曾做过一项关于蚂蚁群体的研究，他们发现，大多数蚂蚁都非常勤劳，每天东奔西跑，忙着搬运食物、打理巢穴，生存全靠埋头苦干。然而，蚁群中却有极少数蚂蚁看起来游手好闲，东张西望，像个摸鱼的懒汉。科学家们特意给这些懒蚂蚁做了标记，想看看它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结果，当蚁群遭遇危机，食物来源被切断时，那些平时辛勤劳作的蚂蚁竟然慌了手脚，东奔西走，毫无头绪，彻底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而那些懒蚂蚁却冷静地站了出来，迅速带领蚁群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，完美化解了危机。科学家们这才发现，这些看似无所事事的蚂蚁，平日里并不是在偷懒，而是一直在观察、分析环境，为整个蚁群的长期生存做着战略性思考。这个实验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财富法则简直如出一辙。大多数人每天忙忙碌碌，埋头工作，疲于奔命，却始终无法打破穷忙的循环。而真正的富人往往像那些懒蚂蚁，他们不会盲目跟风，而是花大量时间去思考，寻找最正确的方向。一旦发现机会，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全力出击，从而赚得盆满钵满。你可能会问，普通人如何才能拥有这种懒蚂蚁思维？其实，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眼界和耐心。眼界决定结局。许多人之所以陷入穷忙的困境，归根结底是因为眼界太窄。他们习惯了按照既定的路径前进，不敢跳出舒适圈，更不愿意花时间去思考更大的可能性。比如，很多人宁愿拼命加班，也不愿意研究如何投资理财，宁愿每天刷社交媒体，也不愿意学习新的赚钱模式。结果就是，机会明明摆在眼前，却因为看不见、想不到，而与财富擦肩而过。那些真正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人，往往具备更广阔的视野。他们会花大量时间去学习、调研、观察趋势，而不是被眼前的琐事困住。他们知道，找到正确的赛道比盲目努力更重要。耐心才是财富的催化剂。除了眼界，耐心也是关键因素之一。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大钱，就是因为太急功近利，恨不得今天投入，明天就看到回报。于是，他们频繁更换赛道，跟风投资，结果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而真正的高手，反而懂得耐住性子，专注于长期价值。就像巴菲特所说，投资最重要的品质不是智商，而是耐心。关键时刻果断出手。当然，仅仅思考和等待是不够的，一旦发现真正的机会，就要像懒蚂蚁那样迅速行动，毫不犹豫。这一点也是普通人与富人的最大区别之一。很多人明明看到了商机，却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良机，而富人们早已练就了敏锐的判断力和强大的执行力。一旦发现正确的事，就会毫不犹豫地投入，甚至愿意孤注一掷。比如，
马斯克在创立特斯拉和 SpaceX 时，几乎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投了进去。如果失败，他可能会一无所有。但正是这种果敢，让他最终成为全球首富。同样的道理，许多顶级投资者也都是靠在关键时刻的大手笔投入，赚到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。那么，普通人如何才能掌握这一套懒蚂蚁思维呢？首先，你需要学会放慢节奏，不要被日常的琐事淹没，而是腾出时间来思考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其次，要主动提升自己的眼界，多学习，多观察，了解那些真正赚钱的人是怎么做的。最后，一旦发现真正值得投入的机会，就要敢于行动，抓住时机，让财富为你所用。许多人每天兢兢业业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却始终无法突破自己的天花板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质量都难以提升。这并非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他们的努力方向出了问题。他们像一只在地上奔跑的蚂蚁，虽然步伐快，但却缺少方向。而那些真正能够成功的人，则像展翅高飞的雄鹰，一眼就能锁定远方的猎物。有些人忙着讨价还价，试图用最少的钱换取最多的价值。他们精打细算，每一分钱都要掂量再三。然而，他们在买便宜货时往往忽略了时间成本和质量成本。穷人买东西更注重价格，而富人买东西更看重价值。这不仅仅是消费观念的差异，更是思维方式的不同。富人愿意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买单，因为他们知道优质的东西能让自己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更大的收益。而穷人却只愿意花最少的钱，他们省下的只是眼前的小便宜，却付出了更高的隐形成本，比如时间、精力，甚至是长远的发展机会。再来说赚钱这件事，赚小钱的人往往习惯自己动手，亲力亲为，甚至连1块钱都要计算半天。而赚大钱的人则更善于整合资源，利用杠杆效应，让时间和金钱为自己工作。一个开小店的商贩，每天都要亲自站在店里招揽顾客，辛辛苦苦赚着微薄的利润。而一个懂得商业模式的人，却可以通过系统化运营，让别人来为自己赚钱。这就是格局的区别，也是为什么说赚大钱反而比赚小钱更容易的原因。真正成功的人，至少有 80% 的时间都在磨刀，他们不断学习、总结、调整自己的方向，而不是一味埋头苦干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很努力，其实只是用低效的方式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工作。他们每天都在砍柴，却从不考虑是不是该换一把更锋利的斧头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：2个伐木工一起进入森林砍树，第一个人从早到晚不停地砍，而第二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磨刀。结果到了晚上，第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砍树数量远远比不上第二个人，便疑惑地问：你明明休息了那么多次，为什么砍得比我多？第二个人笑着说：因为我每次停下来的时候都在磨刀。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真正含义。聪明的人不会被眼前的繁琐事物困住，而是懂得优化自己的方式，提高效率。那些每天疲于奔命，只会在战术上埋头苦干的人，往往很难突破自己的瓶颈。而那些懂得从战略层面思考问题的人，反而能轻松找到更高效的路径。最终，那些懂得磨刀的人，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制胜，而那些只知道埋头砍柴的人，往往在疲惫不堪时才发现自己做了许多无用功。世界上的成功者，从来都不是那些最勤奋的人，而是那些最聪明、最有远见的人。每天，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人：清晨挤地铁的白领，加班到深夜的职员，拼命刷题的学生。他们为了目标不懈努力，生怕自己慢了半步就被社会淘汰。可是，真正让他们焦虑的，不是外界的竞争，而是自己无休止的乱努力。很多人把时间分配给了琐碎的小事，比如不断修改 PPT 的字体，在社交媒体上跟风学习各种成功学课程，
纠结于无关紧要的细节。他们的努力并不假，但却无法撼动自己的命运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找准方向。就像一个人在迷宫里拼命奔跑，可他连正确的出口都没找到，跑得越快，只是迷得更深。高手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，他们深知 80% 的问题来源于 20% 的矛盾，而真正决定成败的是那 4% 的关键因素。他们不会把精力浪费在战术层面的细枝末节，而是直接找到那个牛鼻子，只要牵住它，就能让所有问题迎刃而解。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在做事时如同下围棋，先抢占关键点，再逐步展开攻势，而普通人则往往沉迷于眼前的琐碎，一步步被逼入死角。举个例子，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，每天都在计划减肥，买了无数本健康书籍，尝试各种网红减肥法，甚至逼着自己吃无味的水煮菜，可几个月过去了，体重还是纹丝不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在战术层面折腾，却从未真正理解减肥的核心，热量摄入和消耗的平衡。高手不会被各种花哨的方法迷惑，他们知道核心只有一点，少吃加多动，其他都是锦上添花的手段。再看商业世界，乔布斯之所以能改变行业格局，并不是因为苹果的产品比别的公司多，而是他精准找到了市场的 4%， 用户体验。很多公司在堆叠功能，而他却简化产品，聚焦用户体验。结果呢？苹果成为全球最值钱的公司。其实人生和事业的成功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这个 4%。 你可以不懂所有知识，但你一定要知道最关键的那一点。你可以不做所有事，但你必须抓住最重要的那一件。很多人失败，就是因为他们太分散，什么都想做，什么都舍不得放弃，最终只能被生活牵着鼻子走。高手不同，他们懂得取舍，把 80% 的精力都投入到 4% 的核心事物上，最终让整个局面发生变化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偏执狂更容易成功。比尔·盖茨从哈佛辍学，全力扑在软件开发上。乔布斯被赶出苹果后，依然死磕产品创新，最终王者归来。马斯克把全部身家压在火箭和新能源上，成为改变世界的企业家。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他们始终盯着那 4% 的关键点，绝不被无关紧要的事分心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高手们的生活状态特别反常，他们每天只做很少的事，却总能创造惊人的价值。他们不加班，却比整天加班的人更有成就。他们看似轻松，实际上每一步都是精心布局的结果。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，找到了那个能够撬动整个局面的关键点。相比之下，普通人总是手忙脚乱，被各种琐事折磨得身心俱疲，结果不仅没有改变命运，反而越陷越深。这种状态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越是拼命挣扎，越容易溺水，而高手则懂得利用水的浮力，顺势而为，轻松游向彼岸。人生就像一盘棋，普通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高手却懂得落子无悔，步步为营。找到那个 4%， 你就能成为那个掌控全局的人。那么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 4% 呢？首先，你要学会思考，不做努力的奴隶，而要成为思考的主人。其次，你要学会取舍，不是什么事都值得你拼命，只有最关键的事才配得上你的全力以赴。最后，你要敢于偏执，敢于在一个领域深挖，而不是浅尝辄止，到处撒网。别再被无关紧要的事情绑架了，你的时间很有限，精力更是宝贵，把 80% 的力量都用在那个最核心的 4% 上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成功也可以如此简单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反思，自己是不是也陷入了乱努力的陷阱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，却始终看不到突破？其实，
赚钱的关键并不是你有多努力，而是你能否找到最正确的方向，并且有耐心深耕下去。最聪明的努力，不是努力去做，而是努力做对。所以，别再让无关紧要的事情绑架你的时间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学会思考，学会取舍，学会抓住那个最重要的4%，你就能摆脱穷忙的困境，让财富真正源源不断地流入你的口袋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过去有没有掉进过穷忙的陷阱？我们下期再见。